拿来。这是御赐的良药，一会儿便可缓解疼痛。你可知，方才我若晚来半分，你连同那件衣服都会化为废灰。可哥哥明明知道此事是昭和公主所为，还故意纵容她，不是吗？若非如此，你怎知那严惩根本护不了你半分？昭和公主是因为哥哥才屡次针对我，哥哥倒不如与我保持距离，做回一对寻常兄妹，早日娶了昭和公主，我才不会成为她的眼中钉。你就那么盼着我娶别人？哥哥与公主的婚约是皇家御赐，轮不到清堂来指挥。但他依你而针对我，哥哥若是不早日娶她，便是把我当作他仇怨的靶子，这样的鸿门宴便会不止不休。我说过，我想要的只有你。若是你答应，即便是御赐的婚姻，我也会设法取消。青堂，你没事吧？走开，别碰我！不对劲，这里反正肯定还掺杂了别的东西。看来他不只是让我受伤，还让我受尽羞辱，丢人现眼。别碰我！青桃妹妹，青桃妹妹留步！天成世子，怎么，他便可以，就我不行？青桃妹妹留步！今日是我不对，是我学艺不精。我这有上好的金疮药，妹妹可拿去疗伤。若偏要见他，不介意让他上来看看我们这风月做的。燕城哥哥，清堂无碍，你先回去吧。那你多加保重，改日我再去府上探望。妹妹若是难受，不如许我来当你的解药。妹妹倒是真厉，宁愿自伤，也不肯让我碰你一下。我心悦燕城世子，此生非他不嫁。沈清堂，今日我可以不碰你，但你记住了，你这辈子只能嫁给我。魏宗之，我们是兄妹啊，你怎么能……我能，并且要定了。大公子，大公子，大公子可要先去找沈姑娘。院莲说了，二公子白日里去过沈姑娘那儿。
我亲手做的，可以驱脾醒神。无事献殷勤，有事求。祖母有意将我嫁入西院，我不想嫁。兄长在家中为嫡为长，向来最得祖母器重，可否帮清堂退了这许亲之事？这些年，妹妹也是知道的。求我办事，报酬可是很昂贵的。你拿什么跟我换？清堂明白，凡兄长所愿所想，只要清堂能力所及，我什么都愿意交换。什么都愿意？什么都可以，我可立字为据。可我就说，不让你嫁给裴景云的条件，是做我的女人了。哥哥在开什么玩笑？我从不与人开玩笑。可是在我心中，你一直都是我的兄长，我们可否换种交易？你还有什么能交易的？沈清堂，你莫不是忘了，8岁那年，你已经拿你的一切换过让我救你一命。拿个破死就敢来讹诈陛下！我没有讹诈，祖母与裴老夫人曾是手帕交，我家人都落难过世了，请裴老夫人收留。开门！老实点，还能给你卖个好人家。叫我裴府门口干什么？裴大公子，我闺女她不听话乱跑，我教训她呢。快走，快点走！我不是他女儿，我是沈家女。走吧。求你，求哥哥救裴家从不收无用之物。你要我救你，你能付出什么？一切，我愿付出我所有的一切。从此，你就是我的妹妹，我护你安乐无虞，你只能忠心于我。若非死别，不背叛，不相违。沈清堂，痴心妄想，今日的话，哥哥只当是没听过吧。沈清堂，你已经一无所有了，连你的命都是我的，你还想逃到哪里去？妹妹在这样的故事，还想要逃到哪里去？不可能，那只是我。祖母约定的婚期还有半月，那就以此为限。你若点头，我会继续为你摆平这一切困难。与你所想，同这些年一样。但你若不肯，你嫁去西院的事，我绝对不会插手半分。小姐，大公子他对你也有情，这或许是件好事呢。可在我看来，这情谊不过是下一个火坑。我绝不会答应他，也绝不嫁去西院。姐姐，姐姐，姐姐。
门贵族的相看眼，京中有学名才识的好儿郎都会请。多少女眷想在今日觅得佳婿，可我除了太子哥哥吧，一个也不认识。那个从之哥哥是个死鱼脸，他只会管我休息，不会管我快活。你就陪我去吧，姐姐。那你先跟我说说，都有哪些名门公子会去？让我想想。平南王府家的燕城世子，当真是风流倜傥，气宇不凡啊！除了那裴府的裴大首府之外，这偌大的李朝，怕是无人能及他的风采了。是燕哥哥，燕城哥哥果然从边关回来了。你这风流小马，让我看看到底是什么人，让你如此疼痛。燕城哥哥，你也来啦？是，这次慢点。燕城哥哥，姐，这位是？怎么去了趟边陲，连天堂姐姐都不认识了？小时候捉的虫子，把人家都吓哭了，你忘了？金堂见过燕城世子，我想起来了，小时候跟在从之身后的跟屁虫，小哭包。没想到现在出落得跟仙子一样漂亮。我小时候不懂事，吓坏妹妹了，还望妹妹千万不要计较。世子言重了。哎呀，狗眼将开，我们快些进去吧。我与你们同去。冲撞了世子，奴婢该死。是我寻人心切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世子殿下，你胸口被打湿了。世子殿下，新堂妹妹不必生疏，还是像儿时一样唤我燕城就好。燕城哥，这些年在边关，想来很是辛苦吧？男儿戎马戍边，岂能言苦？况且边关可比京城有意思得多，风景更是壮美。真的吗？啊，我很少能出家门，更别说去边关了。想来很是向往。你若是喜欢，我一得空啊，就去裴府找你，跟你多讲讲，如何？好，我弄脏了妹妹的帕子，还是洗干净了，下次再还给你。一言为定。好。
为兄定会相护。护得了一时，你以为能护得住一世？那且试试。裴宗之，你怕不是忘了父王许过我们的婚约？灵川城来的破落户还是皇家两赔？你怕不是到现在还分不清吧？分不清的，怕是公主殿下吧。臣还有事，先行告退。青桃妹妹，这里别闷得紧，不如我们去花园叙叙旧，正好给你讲讲大漠风光。好，那我去院内等你。事到如今，高家元则未尝不是脱身之策。沈清堂，你的考虑就是去外面勾引别的男人，仗着对你的纵容，你越发得寸进尺了。所以，你宁愿去求助和相信别人，也不肯向我服软。你到底所求什么？到了当嫁之年，青堂还能求什么？不过求一个可嫁之人。嫁人？我远了吗？有我在，你何须去找别人？不允又如何？难道哥哥要为了我，退了与昭和公主的婚事吗？看吧，哥哥连自己的婚事都主宰不了，又何苦来勉强我？若我偏要勉强呢？沈清堂，我心悦你，与我的婚事有何干系？所以，哥哥说心悦我，却并不打算给我一个名分。是吗？你在乎？不在乎。我不是从来也不配在乎吗？婚事并非儿戏，还需从长计议。还有，燕城世子并非良配，从今日起，不许与他来往。平南王近日办事很少，说要在京中贵宁城为儿子燕城老庄好婚事。平南王所求，绝非如此简单。我与燕城世子一见如故，我就是要嫁给他。沈清堂，你不如再大声点，告诉你那一见如故的燕城世子，你我如今是何种情状？回去。你笑起来也是最好看。但这笑容，我也是许久没见了，久到我都忘记妹妹原先是一个心性无染、婉尔纯真的姑娘。你也是裴府的小姐，何须在这知晓会散？有我在，
这样的心思。妹妹的生辰祈愿里是从何时起？没有我的。自是从懂得男女之别，懂得自由，懂得尊严开始。自由，你休想离开我！你是我的，也只能是我的。白总之，你放过我吧，我们只能是兄妹。我要的可不只是兄妹，我要你成为我的女人。你妄想！你只能在我的掌心里生死沉沦。无论用什么手段，我都必须离开这里。青桃妹妹，燕城哥哥，昨日我在院中等了许久，却未见青桃妹妹来，我还以为是你厌弃我。燕城哥哥这般好，我怎会厌弃？是青桃不胜酒力，先行回府了，还望燕城哥哥莫要介怀。我怎会介怀？只要青桃妹妹还愿与我相交就好。这副袖剑方便你随身带着，我不在的时候可以替我护你周全。多谢燕城哥，我定会日日带着。想必那便是裴家养女沈清堂，果然一副好姿容，无怪乎我儿为其倾心呢。平南王是从何时学的以子为二的微末手段？不知是何居心。裴大人，什么以子为二？分明是郎情妾意，本王乐见其成。本宫亦早有此意，既有父母之命，那本宫就来做个谦和的媒事。长兄无父，我自会为清堂寻一门良缘，无需他人插手。多谢父亲好，这人好。恒国勇士上，好。陛下，刚才比的都是你们擅长的招式，你们的勇士敢不敢比一比我们云国的招式？世心鞭，世心鞭。皇兄，这世心鞭是将掌鞭者的挂心人之物为靶心，一较高下。听闻燕城世子善使长鞭，正好借此机会扬我国威。燕城世子的心上人正巧也在现场，青桃妹妹，你可愿陪燕城世子一同参赛？臣女愿意。裴大人可要为令妹求求情啊！不需要。看来他在裴大人的心中也不过如此啊。青桃妹妹，你可信我？自是信的。为了你，我定要赢。
法心之中有灵魂，怕是有心之人想借此之事挑拨两国关系。臣恳请陛下终止比试，找出幕后主使。免了。我带你走。青桃。 便可缓解疼痛。你可知，方才我若晚来半分，你连同那件衣服都会化为飞灰。可哥哥明明知道此事是昭和公主所为，还故意纵容她，不是吗？若非如此，你怎知那严惩根本护不了你半分？昭和公主是因为哥哥才屡次针对我，哥哥倒不如与我保持距离，做回一对寻常兄妹，早日娶了昭和公主，我才不会成为他的眼中钉。你就那么盼着我娶别人？哥哥与公主的婚约是皇家御赐，用不到亲堂来置换。但他依你而针对我，哥哥若是不早日娶她，便是把我当做他仇怨的靶子。 这样的鸿门宴便会不止不休。我说过，我想要的只有你。若是你答应，即便是御赐的婚姻，我也会设法取消。青桃，你没事吧？走开，别碰我！不对劲，这林凡成肯定还掺杂了别的东西。看来他不只是让我受伤，还要我受尽羞辱，丢人现眼。别碰我！ 青桃妹妹，青桃妹妹，留步！天成世子，怎么，他便可以，就我不行？青桃妹妹，留步！今日是我不对，是我学艺不精。我这有上好的金疮药，妹妹可拿去疗伤。若偏要见他。 不介意让他上来看看我们这风月做的。燕城哥哥，青桃无碍，你先回去吧。那你多加保重，改日我再去府上探望。妹妹若是难受，不如许我来当你的解药。妹妹倒是真厉害，宁愿自伤，也不肯让我碰你一下。 我心悦燕城世子，此生非他不嫁。沈清棠，今日我可以不碰你，但你记住了，你这辈子只能嫁给我。魏宗之，我们是兄妹啊，你怎么能？我能，并且要定了。 小姐，在家。
得离开佩服，离开你的掌控。公子，派出去的人手来报，青堂姑娘身世如他所说一致，确实是灵川的调香世家，父母皆死于瘟疫。若只是如此，那平南王为何几次三番的暗中调查他，还让他与燕城交好？哪怕掘坟3尺，寻尸问骨，也要寻得真相，不能再让任何人染指靠近他。是。见过昭和公主。听闻青堂妹妹昨日在比武场上受了大惊，身上还留了疤，本宫实在放心不下，这才想要妹妹进宫。多谢公主记挂，一点小伤，青堂已经无碍了。怎会是小伤呢？女儿家的身上留疤，可是顶大的事儿，多难看啊！本宫近日得了一批异域贡花，听闻这花的花露对灼伤的伤口有奇效。可是花露采集下来就失效了，不若本宫亲自给你试试。公主，臣女的伤真的已经无碍了。公主会有些疼，但为了痊愈，妹妹可忍着些。起来吧。好了，妹妹，望望这花露，有效。青堂，谢过公主。毒疹无法解人，是你做的。伤敌1000，自损800。你可知昭和并非西苑的行龙？东宫若失范，妹妹有几个脑袋够掉的？半月见不得人，可不止1000。哥哥放心，这次我做的比上次更加隐蔽一些。若只因为我是养女，身份卑贱，他便可欺我辱我。若我只能一味的忍耐、煽动，清堂心有不甘。如此，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罢了。为何不与我商量？求哥哥帮忙的代价，清堂付不起。只要你愿意开口，无论什么事我都应你，什么事我都能为你做到。
可是哥哥，你始终不明白，我并非你的宠雀驸马，我想要的可以靠自己去实现，而非依仗他人手之掣肘。手没事儿，腿呢？脚呢？没事。我看看。燕城哥哥，我当真无碍，伤已经好全了。你无碍就好，都怪我害你陷于惊吓和危险之中。那若只是不怪你，燕城哥哥不必自责。你当真不怪我？那就好。我最近总是睡不好，一心想着来找你。哦，上次你说你喜欢大漠的无拘风光，我便托人做了这个，有他陪你，或许能让你开心。风烈追星滴弄影，双提竹电去无声。若我也能像他们这般自由自在，该有多好！燕城哥哥，多谢你，这灯我很喜欢。你喜欢就好，往后只要是妹妹喜欢的，我都去为你寻来。之前老夫人只牵着自己姑娘叫入宫中，没想到这沈姑娘，她也是不懂同情。不愧是我裴府教养出来的好姑娘，惊堂果真入了世子的眼。若咱们真能与他们定了亲，更可为从之在朝中增添裨益呀。可这沈姑娘的出身家世，终究无法改变。平安王倒真能同意。从之父亲还在世时，我们两家走动颇多。如今燕城世子回到京城，也该延续两家世交之情，亲上加亲才是。我父亲也是这样嘱托，所以最近多有叨扰，还望老夫人不要嫌我。府中小辈里，属清堂最为乖巧。如今姑娘年岁也大了，老夫人正筹算着将姑娘记在大夫人名下，抬一抬身份，好以嫡长女的身份许个好人家呢。老夫人，何须别的人家？我心悦清堂已久，愿护她终生。若老夫人恩准，我不日便央求父母，请他们前来提亲。如是世子，老身倒是放心，此事甚好啊。不知清堂丫头的想法呢？婚姻大事，清堂但凭祖母安排。燕城哥哥，你刚才所言所想，可是真心？当然是真心。自那日宫门重逢，我便对妹妹一见倾心。我呢，只要认定一个人，便会金石不渝。只要你也有此心意，我定倾尽所有。祖母的意思，就是清堂的意思。真的。青堂，我定不负你。公子，今日燕城世子又来找沈姑娘，午膳还是在老夫人那边用的。祖母何意？老夫人打算将姑娘记在大夫人名下，成为您的同亲胞妹，以此撮合姑娘与燕城世子的亲事。您一向最疼爱清堂姑娘，她能摆脱了二公子，还能许给燕城世子这样的高门贵胄，简直是一桩幸事。清堂无需许给别人，我娶她。可姑娘自己似乎已经同意这个安排了。费尽心思，让
让采薇把燕城引进府，又恰好时间在老太太面前上演一出郎情妾意，妹妹好手。兄长过誉了，论算计人心的本事，秦唐不及兄长的外语。可是从前你并不是这么精明算计的姑娘，这样的妹妹我很不喜欢。是不是没了燕城，你才肯宣怪？燕城世子知纯之善，还希望兄长不要将他牵涉进你我的矛盾之中。纯善，你对燕城到底了解多少？不多不少，但足以托付终身。妹妹还是单纯，相信这走马观花、稍纵即逝的情谊。你烧了这灯又如何？他从来不会像你这般逼迫我、求扣我、侮辱我。他在我的心中就是比你好100倍、好1000倍。沈清堂，放开我！你管这叫逼迫、求困，不叫爱？这不叫爱。你把他所谓的囚禁变成伤害我的利器。只要我不死，你就别妄想嫁给他。小姐，记名已逝，因大夫人常年信佛，须得择吉时于祠堂摇签，向祖宗请示询告才能定下。采薇，我总觉得有些心神不宁。那我陪您去祠堂拜拜，求个心安。小姐，看来明日是有人不想让吉剑落下。我已经换了钱了，只要你陪我，废除禁令。我凭什么要让你如愿？你从小亲情保护，让他快意无忧长大的裴子期，若是让他知道自己是你偷情生下来的孽种，你觉得他会好过？说宫人废寝，若是此时被揭穿，你觉得又会是什么后果？果然同你那短命的父亲一样，卑鄙无耻，不得好死！像你这样的毒妇，不正与我们相配吗？你以为我还是小时候那个费尽心思只求你多看我一眼的傻子吗？若不是裴爷当年教学豪赌，我怎么会与爱人分离？若不是因为怀了你，我怎么会此生都被困在这囚牢？父子害我至此，你也别想好过。在裴府，
什么资格可以独善其身？互相折磨，生不如死，这不正是你最擅长的吗？如今只不过是一报还一报。你以为你为他做了这么多，他就会感激你、爱上你吗？你如此千方百计地困住他，他只会恨你。我看的就是下一个我。母亲放心，我不会是父亲，而他也永远不会是你。方才我看到你从江晚房门外走来，你都听到了？今日所见所闻，我不会告诉任何人。作为交换，希望哥哥不要插手我妹妹机密之事。沈清堂，你为什么肯选择一个外人，而不肯爱我半分？因为我不可能爱上一个弑父的恶魔。好一个我可怕我恶魔！可沈清堂，你怕不是忘了，15岁那年是谁与我共谋，让我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恶魔？我来帮你。可沈清堂，你别忘了，15岁那年是你亲手帮我毁尸灭迹，与我共同撒下这弥天大谎。我是你的帮凶，但那是我求生的本能。但是你分明对我也起了杀心。如果我不那么做，我还能苟活至今吗？我以孤女的身份入府，从小无人可依，必须做小伏地，察言观色地去讨好府里的每一个人。我明知你是什么样的人。可是我胆怯、懦弱、无力反抗，我只能听话地做一个顺从的好妹妹。这样担惊受怕的日子，我真的已经受够了。我原本以为你与我一同承担着恶果，瞥见了我不堪的底色，就可以接纳我。15岁那年，你我生死共命后，你在我心中早已不是妹妹。可如今你却告诉我，你憎恨我至极。沈清堂，你原本可以骗我一辈子，何必说出来找死？若是此事让你情思错起，那今日我便与你说清楚，我们之间绝不会有爱。沈清堂，是你一次次背弃我，逼我强求于你。我要给你多少次机会，你才肯认命？你的心中早已千疮百孔，而我这一路走来也是如履薄冰。像我们这样的人，注定是没有办法彼此相爱的。不如就此放手，可以吗？妹妹不会还以为你现在还有资格嫁人吧？
我们同住一家客栈。小姐，这间厢房地处幽深，怕是会有不少人闯。我去向店家要些驱蚊的檀香送来吧。好，你这会儿小厮便去睡吧。香到了，我自己点上就好。好。妹妹所不知道的是，在你对门的厢房之中，我的母亲彼时正和她外逃的情夫幽会，也找客栈的小厮要了一尾香。
小姐，公子让我把这给你，还望您能收心，别再误会他。此事乃是天手，我又怎会怪罪大夫人？今日世子亲自来了府中，我相信上天还是有几分垂怜于我的。只要姐姐心诚意切，一定会有好姻缘的。我们走吧。老夫人想着，既是金玉良缘，又何必拘这些繁文缛节？老夫人一直将姑娘当作亲孙女照看培养，样貌品行绝不输于任何世家闺秀。青桃在我眼中，胜却世间所有女子。子期姑娘不是也要嫁入宫中为妃？莫不如将世子与姑娘的婚事定在同日，花萼相辉，双喜临门。我自是愿意的，就是不知……好孩子，老身呐，终于等来了这一天。要是你的亲祖母还在世，看着该有多开心呢！婚嫁自是体大，祖母和世子虽然有意，但如今旁了一员。妹妹既然也在，便表个态。青桃，世子，自那日宫宴重逢，我便一眼认定了你。如今你云烟未嫁，我弱冠未娶，你若愿跟我长相厮守，我会一辈子对你好，绝不娶儿妻。这世间情缘，多是来因许过，世子倒也不必急于给他这么大的承诺。妹妹还是要好生考虑，无论做什么选择，为选都是你的退路。
世子的意思是，我裴府的姑娘还能被外人欺负？府内之人也未尝没可。既是我裴府的家事，岂能容外人指点？方才的话我全当没听见，还望世子往后慎言。晏殊，在。送客。是。竟被陈烨讨好。放开我！妹妹怎么又这样不乖？裴宗之，你就一定要彻底操弄我的人生，毁掉我的幸福吗？我根本就不爱你。不爱我没关系，生是生死，你我缘起难免，有命无论，凡事随过，永不相负。缘起难免，有命无论，凡事随过，永不相负。做这缺德事。大夫人与裴从之多年母子离心，相赠成仇。大夫人又为何因为想要对付裴从之，而对我这个无辜的局外人做出如此有损人质之事？何必打出一副平白受害的模样？你在裴家那群傻子面前的精明算计，在我面前就收起来。你与裴从之瞒着这裴府上下，暗通款曲，又有什么理由来指挥于我？我与他跟夫人与外面的男人有所不同。千堂之旨，只当他是兄长，不会与他在一起，更不会与他孕育子嗣。你找错人了，我自己都被困在这府中，还想让我帮你？若是夫人不想子期妹妹的真实身份暴露于世人面前，你最好帮我。他已经连此事都告诉你了，你们连威胁人的方式都一模一样。可笑那裴从之千方百计的想要留住你，你却一门心思的想要离开他。裴从之，他果然不配得到人的真心。好，我帮你离开裴家。明日我会派人出城去寺庙祈福，你便混在队伍中随他们同去，永远离开裴家。记得点赞关注哦。